每年的2月3月是计划种植和开始育苗的最好时机。现在可以种什么菜？什么时候开始育苗？哪些蔬菜可以直播？哪些买苗更好？大家好，我是紫莉，今天和大家聊聊春天种菜需要知道的这些事。首先说说育苗的时间，不同的种植区会有些不同，可以参照你当地的种植日程。我视频里边推荐的种植日期是基于我所在的种植6区。一般来说，高一个种植区可以提前1周到10天开始。今年北美天气反常地冷，所以育苗时间也需要相对的调整。特别是瓜果类蔬菜，最好等到4月份以后再开始考虑育苗。但是即使是寒冬腊月，在冰天雪地的2月，也有不少蔬菜需要开始准备了，否则会影响收成。1. 给根茎类蔬菜催芽。生姜的生长周期长，早一点育苗可以收获多一些。在种植6区1月底2月初就可以开始催芽育苗了。2月份也可以用红薯催芽了。从超市买的红薯切开，当中的先尝尝是否喜欢，两头再用来育苗。出芽的土豆，鸡蛋大小不需要切，整个直接埋。更大尺寸的土豆可以切开。土豆喜凉耐寒，但是叶片不经冻，所以要等到严重霜冻日过后的3月份开始下种，可以分批种，分批收获。如果你喜欢种芋头，去超市买一点带芽点的芋奶，2月份也要开始育苗了。山药的催芽可以在3月份开始。我做过催芽比较实验，发现用湿纸巾的方法比用沙子或者土培的方法更快更直观。雪莲果也是生长期比较长的，在种植6区2月底开始育苗。育苗期间不需要让它长太快，因为叶子不抗冻，也要等霜冻日过后再移栽。2. 耐寒蔬菜的直播或者育苗。一些耐寒性比较好的小种子适合直播，而且不需要催芽，比如芝麻菜、荠菜，只要土壤可以翻动就可以撒种子。如果地不够大的，可以考虑在大蒜的地里撒荠菜种子，因为大蒜的根比荠菜的要深一些，荠菜收得早，是比较好的套种组合。菠菜种子也可以分批直播，一直到3月底。种子少的可以先催出芽来再种。我发现在浸泡种子的时候加一些双氧水，可以大大的加快出芽率和速度。在水里直接催出芽来，不需要湿纸巾。如果你有暖棚，2月中下旬可以开始催芽育苗蚕豆。如果没有保护措施，可以晚2周，到3月初开始。蚕豆可以直播，但是催芽育苗可以提前开花结果，避开蚜虫的高峰期。豌豆类的蔬菜病虫害比较少，但是也要踩对节奏。太早种的话，豆苗容易被冻坏；太晚种，结豆不理想。比如我喜欢的大雪豆，需要70天以上的生长期，那么在北美6区3月中下旬直播，6月份开始采收，是个不错的计划。如果希望更早一些收获，或者担心有动物偷吃种子，那么可以在2月底3月初先室内育苗，1个月后移栽。春天也是种葱的好时机，隔年后葱种子发芽率会大大的降低，所以手里有葱的种子的话，尽早用掉。香菜耐寒，容易抽苔，可以分批种。如果你喜欢佛系种菜，那么每年香菜开花打籽后，让它们自播，就会年年春夏都有香菜吃了。春天最值得种的蔬菜是莴苣类蔬菜。一般来说，颜色深的耐寒性更好一些，比如紫叶、莴笋、红叶生菜。
如果你家里的育苗条件不够好，可以试试在暖棚里直播莴笋生菜的种子，或者试试牛奶桶东播的方法。撒种之前，在土壤表层铺上一层好的育苗土或者盆栽土。去年我尝试了各种蔬菜的 winter sow 的方法，发现菊科的莴苣类蔬菜效果不错，而十字花科的青菜、萝卜之类的比较容易抽苔。当然，如果莴笋种子稀少，最好是室内育苗，早一点筑单间，让每粒种子都有机会长成健康的壮苗。西兰花是很多人认为占地大、收获不多的蔬菜，但是西兰苔 broccoli 是西兰花和芥蓝的杂交品种，采收时间长，口味也更好。2月中下旬开始育苗，4月中到5月初开始移栽。它们比较招菜青虫，春天看到菜粉蝶开始飞舞的时候，要及时盖上防虫网。3. 茄科作物。在大部分家庭的育苗条件下，茄子、辣椒移栽前需要大概8到10周的育苗时间。如果计划5月中移栽，那么2月底3月初就要开始育苗。如果是旧种子，催芽可能需要1周以上的时间，那么时间上还要提前一些。特别是辣的辣椒，催芽和生长温度比较高，需要用加热垫。如果你有好的加热垫和育苗灯，育苗时间可以缩短很多。西红柿育苗通常只需要提前6到8周，一般3月份开始育苗。但是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品种，想早一点有收获，那么2月中下旬也可以开始育苗。到时候及时小盆换大盆，还可以用侧枝来扦插，繁殖出更多的西红柿苗。茄科植物育苗时间长，可以选择的种植品种多，不需要每一样都自己育苗。特别是一些杂交品种的名牌西红柿，我一般会在4月份的时候去园艺店买上一个6 pack 的小苗，回来换单个育苗棚，自己留一颗，多余的和朋友交换其他品种。比如gourd是一种杂交品种，去大的苗圃买苗比网购种子更加靠谱省力，因为苗圃会对种子的来源做了功课，山寨的可能性反而小。最后提醒大家，瓜果类蔬菜不要太急的育苗，大部分4月份开始完全来得及。这2年育瓜苗，我采取直播加保护为主，育苗备份的方法，大大的减小了室内育苗的压力，也减轻了搬进搬出反复练苗的工作量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